闺蜜喜欢雌竞，明明嫁了人还喜欢勾三搭四。她暗地里抢了我老公，每次都向我示威。我含笑把老公买回的小雨伞全部扎了逃生通道。2个月后，闺蜜怀孕了，而她的老公有死精症，治不好的那种。闺蜜特别喜欢搞雌竞，这点我也是结了婚后才知道。最近她有点奇怪，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晚上我老公都会来接我下班。可是今天我拉开副驾驶门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我闺蜜坐在那里。她按着自己的胸口，做作地说：“小萌啊，我最近好像有点晕车，坐在前面你应该不会怪我的吧？”我再清楚不过了，她以前抢别的女人的男友时也用过这招。我已经慢慢疏远她了，没有想到她不要脸的连我的男人也敢抢。我没有说话，看着我老公。平时对我温柔顺从的老公，此刻竟有些不耐烦。你看什么看？多大点事儿？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让他坐一下怎么了？快点回去吧，我挺累的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得手指冰凉。明明我已经和赵森说过我闺蜜的为人，但是她还是中招了。我默默地打开了后座，坐了上去，看到闺蜜身子一直往我老公那边歪，还给她递吃的，拧开饮料的瓶子。老婆，你真得向兰兰学习一下，瞧她多温柔可人。你一天天地板着个脸，除了工作也应该多照顾家里。是，你说的对。那我很奇怪，你怎么不娶她呢？我讽刺出声。老公被噎得不说话了。还是闺蜜轻轻地拍了我老公一下，说：“瞧你真傻，没看到小萌在和你开玩笑吗？对了，我还要去买点东西，我老公最近出差了没时间，不如阿森帮个忙怎么样？”说完，另一只手轻轻拉了拉自己的领口，装作很热的样子。我老公吞了下口水，马上同意了，甚至他都没有询问我的意见。到家门口后，他把我扔下了。我沉默地回家，知道这个男人不能要了。可是闺蜜兰兰还是与我认识的时间不够长，完全不知道我是个狠人。背叛我的人从来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既然他都辞境到我这里了，那我不反击的显得我多无能啊。的确，他了解我那相亲认识的老公，可同样的，我也了解他。这2个人如今还没有滚到一起，不过是在相互试探，但是都敢在我面前叫嚣了，那应该快了。果然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老公的身上全是特别的味道。我恶心的想吐，却装作不知道，仍然如过去一般对他。可是赵森可能是有些心虚，不但给我下单买了2个包，还往我卡里打了2万块钱，让我去买些衣服什么的。我当然收下了，然后转到我妈的账上，告诉她帮我存点钱，然后买了2件仿大牌的衣服，就在她面前穿2次挂起来了。接下来我又向她要了几次钱，都偷偷转到我妈那里了。这天闺蜜给我打电话：“小萌啊，你老公可真老实的可爱。我今天让他帮我买花香味的小雨伞，结果竟然给我买了果香味的。”我虽然觉得这婚姻进行不下去，但是被这样挑衅，多多少少还是会生气的。这么敏感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让我老公买？自己没老公吗？哎呀，这不是顺便吗？你别生气，我花钱给你们买了1盒啊，不谢了。那可是100多块钱呢，我要是和你老公有什么能给你买这些吗？不过你老公对你意见挺大的呢，说你不温柔，不体贴他。你应该和我学习一下呀。这样吧，我晚点把自己煮汤的视频发给你。说完挂了电话。我相当无语，他真的以为别人是傻子吗？晚上他把自己穿着围裙熬汤的视频发给了我老公，还要求他拿给我看。他里面穿着的是短裤，围裙一穿就好像里面是真空的。我老公一副想看又不敢看的模样，我直接回了一句：“你可真骚。”然后也没煮汤就去做护肤了。我老公过来抱住我，应该是看得上火，想临时找我泄火。可是我无情地把他的手打开，别烦我，我明天要出差，需要早起。真的假的？我听得出来，他的声音竟然有些兴奋。当然是真的了，不信你问兰兰。还有，你们最近走得太近了，我怕她老公吃醋。我知道了，我和他走得近不就是因为你吗？老婆别生气，我最喜欢的还是你。看着他那张脸，以前多喜欢，现在就有多厌恶。等他睡下后，我偷偷查了一下我们的共同财产，他并没有转移，还没有怎么给我那闺蜜花钱。花销最大的竟然是给我买礼物，次数比平时还要多很多。这个所谓的老实男人，外表忠厚，从来没有想过与我离婚，但做出的事情却特别让恶心。第2天，我打包了少许行李去公司，主动要求出差，然后下午就离开了本市。可是我在家里装在暗处的监控已经能看到家中一切，连等了2天家中并无人。难道我那好闺蜜放弃了这个能占领我地盘的机会？据我对她的了解，以前要是勾搭了公司里女同事的老公，她都会到他们家踩个点，故意留下点东西恶心他们。有好几段因为那些东西已经离婚了。到了第4天的时候，2个人影终于出现在我的卧室，接着一连串的儿童不宜的动作都被我拍了下来。亲爱的，是我好还是你的老婆好？闺蜜抱着我的老公问。当然是你好了，你比他有意思多了，我已经很久没碰他了，就喜欢跟你这样。我才不信。等着。老公从抽屉里拿出了那盒小雨伞，笑着说：“一直都不缺，你最喜欢用的水果味。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怎么样？快点，我都想了。”我在另一边笑出了声，人泡在浴缸里，看着他们拆开了我动过手脚的小雨伞，进入了下一个流程。不过我没有放下手机，认认真真的看到了最后，确定他们没有发现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我老公不想与我离婚，而我的闺蜜也是同样。她的老公是一家公司的小总裁，还是很有钱的，很忙，每个月给她5万。只是她老公完全不知道她玩得这么花。据我所知，那小总裁可是挺狠的一个人，而且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毛病，死精症，死得透透的那种，没有任何生育能力。接下来的1个多月，我都是回家的时候少，出差的时候多。老公一问，我就说是为了能有更好的生活在努力，否则我们就算是生下孩子也养不起。他哪会阻止我，巴不得我一直在外面飘。毕竟现在的兰兰已经住进我们家了，当一名合格的贤妻良母，还时不时的给我发消息，让我早点回家，否则自己老公找别的女人怎么办？
小萌啊，这小妖精可是很多呢，你就那么相信自己的老公？我教你一个办法，就是回家后仔细看看有没有别的女人的东西。我是相信我老公的，你不要在我面前说他坏话。怎么会呢？我也是担心你吗？对了，单位里不是搞团建吗？反正你不在，我借你老公一天行不行？到时候让他陪我去，安全点。你放心，我对他这种老实男人可没有兴趣。那好吧，我同意后，他笑得十分开心。可是我知道他在笑我是个 SB。可就在团建那天，我回到公司了，坐在兰兰身边的老公看到我后，突然间弹开了，而兰兰则一下子拉住他说：“你跑这么快干什么？快坐下。小萌可不会误会咱们两个，再说咱们两个可是一伙的。”他挥了挥手上的扑克牌，看起来非常的自然，但是眼中的挑衅我哪能看不出来？我笑着走过去说：“对呀，你们是我最亲的人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们呢？对了，兰兰，我给你带了最爱吃的肘子饭，快趁热吃了吧。”我把油腻的大肘子直接摆在了兰兰面前，她吐了，连卫生间都没跑进去，跪在地上就吐得乱七八糟。我拍着她的背，然后惊讶地道：“哎呀，兰兰，你好像没喝酒吧？突然间吐成这样，不会是有了吧？”闺蜜马上摇头否认，脸色看起来十分苍白。而我转身对旁边的人着急地说：“王总，你来了，快将兰兰扶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她要是怀了孕，可不能在这里喝酒聊天了，又是烟又是酒的，对身体不好。”我在来之前已经事先给兰兰的老公打了电话，叫他过来。兰兰全身肌肉紧缩，下意识地结巴起来：“老公，我没怀孕。”王总瞪着她，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好看。我知道她虽然有死精症，但为人最好面子，断不会让闺蜜给她戴绿帽子，所以她伸手拉起闺蜜就去了医院。我则抓着包跟在后面：“老王，你慢点，要是兰兰真的怀了，你这容易把人给弄流产了。”我心里则在冷笑，知道我越是这么说，王总越是生气着急，而我的闺蜜也越害怕。她不停地向我摇头，可是我根本没在意。谁让我是个根本不知道她老公有死精症的好闺蜜呢？明明是闺蜜，她可是从来没有将这种事儿说给我听。而我自小父母在外打工，被奶奶照顾长大，自小缺爱。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后，只有同事兰兰愿意和我交好。当时我以为她是个挺善良的女人，至少对我还不错。所以这些年，她无论做多出格的事儿，我只是劝，并没有想过绝交。以前偶尔有一次在医院看到她不停地打着自己的老公，问她如果真的是死精症，那他们以后怎么办？她老公安慰她说，以后领养一个孩子就行，还不用她照顾，不用她生，不也挺好吗？然后转给她100万，让她买些喜欢的东西。闺蜜当场就破涕为笑，而我也怕她难受，从来没说过我知道她老公的病。可现在她竟然玩到了我的头上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很快到了医院，王总拉着她做检查，我的老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了过来，拉了我一下说：“这什么情况？”王哥看着不太高兴的样子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这一直拉着手，看来恩爱着呢。我老公擦了下鼻子，尴尬的没再说话。可是我在这个时候走过去，拿了瓶水给兰兰说：“快喝点水，你这要是真怀孕了，可不能再喝酒了。你可不可以闭嘴？”兰兰被说的烦了，突然间变了脸。我十分的委屈，我这也是在关心你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吼我呢？我老公在后面说：“兰兰说的对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？大夫还没说她怀孕了，你在这里着什么急？”我突然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然后指着我男人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分明是在关心她呀！你到底是和谁一伙的？难道听不出来好赖话吗？”我老公一怔，瞬间心虚的不敢出声了。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王总回头看了一眼我老公，他的眼中已然有了怀疑。这时，护士将检查报告拿给了闺蜜：“恭喜啊，你怀孕了，快去找大夫吧。”私营医院的服务就是这么贴心。可是闺蜜却脸色大变，直接坐倒在地。我马上冲过去护住她：“王总，你是高兴傻了吗？为什么不扶起兰兰？她现在可是孕妇呢。”王总的眼睛一片血红，他大概是实在忍不住，动手就打了兰兰一耳光，将她差点打倒，然后怒吼道：“谁的？是谁的？你这个贱人，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倒是说啊，那个男人是谁？”我连忙护着兰兰，但暗里却将她的脸让出去，让王总打个够。我老公看不下去了，一把将我推开，然后护住兰兰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一下子跌倒在地，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老公：“老公，你怎么可以为了救兰兰推倒我呀？”王总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哪会看不明白？不由得一下子抓住了我老公的领口质问：“是你对不对？那个给我戴绿帽子的狗男人？”我老公也知道自己做的有点过了，不由马上摇头否认：“你们是不是当我瞎了？在老子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的。”我站了起来说：“你不要冤枉我老公，兰兰怎么可能怀，怎么可能是我老公的孩子？明明你们是夫妻，这孩子应该是你的呀！”兰兰突然间冲到我面前就甩了我一耳光，厉声说：“你能不能别再说话了，给我滚！”我也反手甩了他一耳光，打得比他还要狠100倍。好，你的事儿我不会再管。接着我看向我的老公，他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，最终说：“老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我们匆匆回了家，可是我老公心不在焉，就去书房里看手机了。我也没有闲着，既然现在撕破了脸，那报复就应该开始了。我在床边找到了闺蜜留下的丝巾，这是一款限量版，国内都很难买到，是王总在国外给她买来的。她很喜欢这种刺激，还有男女之间的暧昧拉扯。当我发现并质问的时候，她只会说是来找我时不小心落下的。我会怀疑，会崩溃，最后会和自己的老公吵架。兰兰特别享受这个过程，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，我老公会偏心向她那一边，那她觉得这样自己就赢了。还别说，这还挺好玩的。我把这条丝巾拍了照片，尤其把上面的商标拍了下来。像这种限量吧，商标上总是会留一些标记的，然后给王总发消息。有他的微信，完全是因为有一次闺蜜她看上了别的猎物，在与猎物纠缠时，就想让我帮她打掩护。自加上之后，我们根本没有聊过天。
这次我主动约了他见面，如果他不同意过来，我就打算发消息刺激一下他算了。但没有想到他竟然同意了，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厅见面。他看起来有点憔悴，平时打扮得体的脸显得有些邋遢可怜。我就在他对面说，王总，兰兰就是爱玩一点，毕竟你忙，没有什么时间陪他。但我觉得这孩子你还是再考虑一下，毕竟都结婚了，有孩子就养着呀。王总摆了下手，我刚才去医院检查了，虽然治疗了这么久，但是我的死精症还没有好。我没有想到他会直接说出来，男人不都是很好面子的吗？张了张嘴，看着他那张英俊的脸，我都想安慰他一下了。最后我什么也没说。倒是王总开了口，我来是想问一下，你们是好朋友，那个男人是谁？你应该有所察觉吧？我考虑了很久，才说，一般这种事都是两厢情愿的。王总颓废地点了点头，说，我之所以要和他离婚，就是想做一个明白人，他不该得的一分也得不到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王总的意思，这是想让我的闺蜜净身出户。我装出似乎很是纠结的模样，然后摇了摇头，做出还想维护闺蜜的样子，说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以王总的人脉，他总能查到很多事。接着我将那条丝巾交到了王总的手里，说，这是他落在我家床头柜里的，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个还给你。说完站起来，转身就走。以王总的聪明才智，怎么可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家不到半个小时，兰兰就给我打电话说她要去做人流，让我陪着，不然的话王总就要和她离婚了。我开了录音，紧张地说，你不是一直挺小心吗？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到这种尴尬的地步？是哪个小演员还是哪个模特？王总也真是的，怎么就能确定你的孩子不是他的？都不是，你别瞎问了，反正你拿钱给我打胎就好了。我很奇怪地说，为什么是我拿钱？去找那个该负责的男人拿钱，你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冤大头。什么冤大头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不是闺蜜吗？别说就这几万块钱你都拿不出来。现在老王将我的副卡收回了，我平时也没存下钱，只能求你了。他语气里满是乞求，然后说，你要是不同意拿，我就去找老赵了，他可是十分乐意呢。我突然间问，为什么他会乐意？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悉了，连打胎钱都肯给你出？到现在了，还在找这份优越感，我简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好，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们就打个赌好了。老赵要是给我钱打胎，那你就承认不如我，这次的研究组组长的位置就让给我，怎么样？要是他不给你打胎钱，我们就此绝交，以后就算在公司里也装作不认识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好朋友可是一辈子的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你真的是我好朋友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挂了电话，将这段录音保存下来。我一直不动声色地等着，直到我老公从我俩的联名银行卡上转走了5万块钱。我马上打电话问他是什么意思。我老公马上编瞎话，我父亲在老家病了，想用钱，所以你将钱转给了兰兰，让她转给你父亲吗？我声音冰冷，多丑陋一男的，既要还要。老婆其实是这样的，兰兰的老公不是人，他整天疑神疑鬼，不相信那孩子是他的。没有办法，兰兰为了家庭和睦，只能打掉孩子。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本来不是最乐意帮他吗？我终于是放了自己的情绪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帮他了？你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妻的事儿，你不能插手吗？还是说那孩子是你的，所以你才把刚存下用来买房的5万块钱拿给他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老婆你别生气，他很快哄好了，自己老公就会把钱还给我们的。万一哄不好呢？不会的，他们肯定能和好的。好，很好，你就是不将钱要回来是不是？那我们离婚好了。老婆，我没再和他说什么，反正该收集的证据我已经收集了。然后我开了直播，特意化了一个憔悴妆容。虽然我一直有工作，但是特别喜欢用某音记录我的生活，还没事的时候直播做几样好菜，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美食主播。只是我一直没有利用这个流量，为了能够在这个城市与老实人老公站住脚，把心思都花在了工作上。但没有想到现实给了我一巴掌，现在我学会了要如何为自己而活。所以这期直播的标题是老公给闺蜜5万块钱打胎，我要怎么办？本来只有5、6千人的直播间，直接上升到了1万人，甚至还有我的同事在，他们当然知道兰兰的事儿，也知道我老公拿钱给谁去打胎。不是，他不是很有钱吗？老公是大老板，天天背着名牌包，吃着海鲜，怎么就没钱打胎要向你老公要？你老公就这么给他了？同事的名字我很熟悉，所以我当即就打开了我和我老公打电话的录音。直播间里所有人都炸了，有热心网友在下面留言，难道只有我注意到了吗？那女的向主播老公要了5万打胎，她这是打的几胞胎，用这么多钱，可能还把不养身体的钱都给了。主播大姐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男人才不会那么好心给你闺蜜钱，除非你闺蜜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。主播小姐姐和那个恶心的男人离婚吧，广大网友都支持你。我直播了快2个小时，一直哭着说自己肯定会离婚，但是我也会讲出自己之前有多孤独寂寞，才会舍不得他们，才会当他们2个是自己最亲的人。离了婚就什么也没有了。热心网友们马上给我出主意，让我带货挣钱，到时候他们会支持的。虽然这是我想的效果，但内心还是感动的。有时候带着善意的陌生人都比朝夕相处的人更加让你安心。就在这时，我老公突然间闯了进来，他脸色苍白，神色慌张，看来是知道我开直播的事儿。他直接伸手要关我的直播，可是我用身体挡住，大声质问，你想干什么？有时候老实人要是狠起来真的很可怕，他竟然一巴掌将我打倒在地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动手，因为他以前说自己之所以离开家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完全是因为他的父亲家暴。没有想到他自己也成了那个家暴的人。我惨叫出声，对着摄像头露出自己被打得红肿的脸哭求，求求你别打了，我只是没有办法了才会。说到这里，他已经关上了直播，然后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说，老婆我错了，我不该借钱给兰兰，你相信我，我很快就向他把钱要回来。你现在就开直播解释一下，不然大家都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。
我就坐在那里，突然间对着旁边的桌子猛地磕了一下，然后残忍地笑着。不可能了，自从你把兰兰最喜欢的水果味小雨伞拿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可能了。他一怔，然后冲过来掐住我的脖子，红着眼睛问：你在说什么？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正在这扇门被踢开了，警察冲了进来，我老公被他们按倒在地，我则扑进了女警的怀中，嘤嘤哭泣。在医院验伤的时候，我马上开了直播和大家报平安，并哭谢了所有帮我报警救了我一命的网友。而我趁着养伤的时间，把我老公和兰兰与我的电话录音全部发给了王总，相信这对他的离婚官司很有用。王总是个非常能办实事的人，等我老公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，工作丢了，还因为之前在工作的时候犯的错被全行业封杀。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是绝对不会和我离婚的。于是他就低声下气地哄着我，可是我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证据，起诉离婚。他一直不承认自己出轨，于是我申请调查他的手机。这个男人是实在人，知道我不会看他的手机，所以有些记录根本就没有删。他的微信小号中和兰兰真的是打得火热。最让人恶心的是，他与兰兰出去住酒店的钱都是我出的，因为当时他说自己的钱已经存到卡里留着买房，所以晚上约客户吃饭让我转给他一点钱。就这样，我转给他钱后，他就与兰兰开了房。因为有王总帮助，我还是很快离了婚。我与赵森只有存在卡里的一些买房钱，因为他是过错方，所以都判给了我。在公司里，我带着赵森的转账记录走到了兰兰面前，然后说：听说你已经打完胎好多天了，既然都能来上班，那应该把钱还给我了吧？不就是5万块钱吗？用得着为了不借给我编排我和你的男人吗？我会还给你的，以后再也不会借你的钱。为了钱，你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我抬手打了他一耳光，然后说：你可真不要脸，是不是不勾引别人老公，不搞雌竞就会死？我将头抬了起来，对着一个女孩子说：小李啊，你的男朋友是不是每周6都要去打拳，每次回来都带着特别的水果味道，还特别累，还嫌弃你像木头？小李怔了一下，然后点了下头。我把一盒水果味小雨伞扔过去，说：如果他现在一直用这个，那么你就分吧，因为他已经是兰兰的战利品了。只因为别的男同事夸奖了一句你比他年轻漂亮，所以他就抢了你的男朋友。小李握紧了自己的手，拿着手机出去了，不用问，一定是去和男友确认了。我又看向另一个女同事，她的脸色一瞬间雪白。阿玉，看来你已经想到了，为什么自己的老公一直想与你离婚，闹得你连工作都做不好，现在已经从组长位置上被拉下来了。因为是兰兰勾引了你老公啊。我还想再说下去，但兰兰已经飞扑上来大吼：别说了，你这个恶心的女人，为什么要编排这些罪名在我身上？我一边躲开她，一边对看热闹的老板说：老板，兰兰最近的男朋友中有一个小模特，听说最喜欢吃水果呢。老板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。啊，你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辜负真心的人就应该受这样的报应啊。我曾经最亲爱的2个人背着我搞在一起，你不就是觉得我最近在工作中能力超过了你，你就想把我比下去吗？工作上比不过，那你就让我崩溃，让我被抛弃。大家别以为他有多爱自己的工作，不然他只是不想让别的女人超过他而已。游戏人生这方面他可是很专业呢。可惜在当别人是傻瓜的时候，是会被傻瓜反噬的。他冲上来想打我，但却被小李冲上来拉住了头发。我对这种扯头花的行为并不感兴趣，今天已经闹够了，毕竟这份工作他也做不下去了。1周后，听说他被公司辞退了，老板甚至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不要再雇佣我的好闺蜜。而王总也凑齐了证据和他离婚，他本来是不同意的，还特意学了我开直播说自己的男人其实是不喜欢孩子，所以才逼他打掉孩子离婚的。结果王总亮出了自己赞助山区孩子们的证据，说明自己是喜欢孩子的，但因为有死精症，所以没有办法生育。为此他对自己的妻子很宠，虽然只是一家小公司的总裁，但仍然把她宠成了公主。没有想到竟然被戴了绿帽子。他公开了自己身体的病，让我的闺蜜一下子成了人人喊打的女人。最后王总成功和她离了婚，她1分钱都没有得到。我用离婚后分给我的钱买了个小公寓，以后便在这个城市安家了。至于那2个贱人，在这个城市只怕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。毕竟现在我成了一个很厉害的带货小博主，靠着之前的人气挣了不少钱。每次开直播，我都会将他们拎出来说一遍，让他们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成了名人。这天我刚直播完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竟然是赵森与兰兰，他们看起来十分狼狈。小萌，求你，我们只是喝多了酒，做错了事儿，但那个孩子肯定不是我的，我们是做了错事的，求你了，你原谅我们吧，不然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我隔着公寓房的门小声地说：是，你们喜欢用水果味的小雨伞，还带回家恶心我，还在我的房间里乱来，就用着那盒带回来的水果味小雨伞。但是我在盒子上面用胰岛素针头扎了几个眼儿，我已经报了警，现在是故意刺激这2个人。他们果然疯了，尤其是我的好闺蜜，她使劲地砸着我的门。你这个小贱人，竟然敢害我！你让老王和我离婚，还把我整得连工作都没了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个神经病！本来他们是来求我的，现在变成了辱骂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那你背着我和赵森搞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勾引朋友的老公？你破坏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时候，想没想过自己会被道德审判？我在门里直接询问他。以前我是知道他胡闹，但是知道他在搞我老公时，我才认真查他的过去，知道他到底破坏了多少个原本还算是美好的家庭。赵森似乎也明白了原因，他倒是冷静地说：所以这件事儿都是他在勾引我，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小萌，我们复婚吧，我以后就帮你管理账号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。我在里面冷笑一声，我对别人用过的二手货没有兴趣，再者当初我也告诉过你他是什么德行，但你还巴巴地凑上去，我真的是瞎了眼才觉得你是个老实人，不过被蛊惑。现在你们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你陪我原来平静的生活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个小贱人！
他搬起了一块别人用来压酸菜缸的石头向我的门砸来，还没有砸上，警察先到了，他们被带走了。可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据说他们在监狱蹲了1个月，出来之后就一起去了赵森的老家。但那边我早已经让人把他们的事儿传了个遍，还发了一些两人在我床上翻云覆雨的视频，所以他们一过去就没有人搭理，大家更加排挤这2个狗男女。他们一事无成，越发落魄。这时我再将自己发财的事儿传了出去，赵森就常因失去我这个有钱老婆而怨恨兰兰，毕竟当初他可是没安好心的勾引他的。两人争吵不断，赵森更是一喝酒就打他。半年后，王总娶了一位带着孩子的寡妇，我带着自己新交往的男友一起去参加他的婚礼。人群中突然间窜出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对着王总说，凭什么你要娶一个有孩子的女人？我给你生别人的孩子不也一样吗？不说出去那就是你的孩子。王总冷笑地看着他说，你这么脏，我怕会得病。兰兰突然间看到人群中亮丽的我一眼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一把刀，对着我冲过来，嘶声叫着，都是你害我，我要杀了你。可惜他还没有碰到我，就被我的男朋友一脚踢出老远。这次杀人未遂罪应该能判好多年了吧。他很快被警察带走了。在他被关的第3天，我去看了他，然后笑着说，王总娶带孩子女人的事儿是我让人通知你的，你用来迷倒赵森的药也是我让人出售给你的。好闺蜜，其实你一直不了解我，我的确是十分期待有家人，有最好的朋友，但我最恨背叛，如果背叛我，那就要接受我的报复。哦对了，赵森用药过度，因为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。明明告诉你用1包，可你怕他继续家暴你，竟然用了3包。啧，好狠心啊！杀人与杀人未遂，你怕是在里面出不来了。我的好闺蜜站了起来，想跳起掐死我，但是已经有一边的警察过来将她按住。我装成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看着她发疯，心里痛快极。其实我原本并没有这么狠的想置他们于死地，但让这2人身败名裂后，他们仍然时不时的恶心我，甚至想忽悠我复婚，然后再弄死我，夺我的财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就只能坏人做到底了。以后我的生活仍然十分精彩，从来不会因为一朝被蛇咬而害怕，毕竟天下间还有美好的人和事等着我去邂逅。全文完。